男人奇怪地发现，本该是左腿残疾的哥哥，今天竟忽然崴起了右腿。他问哥哥怎么回事，却被对方以眼花为由搪塞过去。但看错一次或许是巧合，如果接连2次又该怎么解释？早饭时，哥哥也是用这个借口否认了昨晚出门的事实。他似乎在极力隐瞒着什么。为了找到答案，珍惜特意熬到凌晨，接着装作一副昏睡的模样。他要看看对方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结果还真被他猜中了。才过了20分钟，哥哥阿宇就悄悄出现在他身后。由于闭着双眼，珍惜根本无法确定对方的意图，但有些时候，听觉往往比视觉更能带来极致的恐怖。好在虚惊一场，这不过是阿宇的试探罢了，但这也让珍惜愈发确信，哥哥身上必然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。于是在这个无眠的夜晚，各怀心事的2兄弟，一人缓缓走在前方，一人悄悄跟在身后。可当阿宇多次确认周围真的空无一人后，诡异的事情却突然发生了。眼前的一幕令珍惜如遭雷击，他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哥哥吗？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，他一路尾随来到十字路口，眼看就要将对方跟丢，珍惜急忙拦停一辆出租。 어서오세요. 자, 저희 앞에 가는 저 택시 좀 쫓아가지. 저 택시야, 빨리요. 司机师傅一听是这货，原本的困倦立马一扫而空，很快就追上了前方的出租。而坐在后排的珍惜，此刻却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似乎一切的不对劲都是从搬进新家那天开始的。他明明从没来过这里，却感觉无比熟悉；明明只有20岁，却被搬运工唤作大叔；明明听到阁楼里传来异响，却被家人禁止入内。而当天夜里，他更是亲眼目睹了哥哥遭人绑架的整个过程。他拼死狂奔，试图拦下汽车，但最终也只是徒劳无获。好在对方消失前，珍惜总算是记下了那张车牌。他急忙赶回住处，将哥哥被绑架的消息告知父母，随后终于体力不支晕了过去。第二天一早，珍惜在家接受了警方的问询。他本以为有了车牌号这条线索，很快就能查到绑匪的下落，怎料警察却告诉他，系统里根本没有这张牌照。他们怀疑是珍惜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，这才搞混了那串数字。眼看双方各执一词，根本无法说服对方，案件也因此彻底陷入了僵局，失去了唯一的线索。警方不得不守株待兔，对家中的来电展开了24小时监控。可接连过了10几天，绑匪却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，始终没有来过一通电话。在此期间，珍惜仍时不时的能够听到阁楼里传来的奇怪响动。直到警察离开的那一晚，房间里的东西似乎是终于解开了封印。这一幕绝对是谁看谁迷糊，珍惜自然也不例外。随着催命般的脚步越来越近，他的心早已提到了嗓子眼。然而片刻之后，那令人窒息的声响却戛然而止。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，他缓缓拉开被子一角，还好，刚刚不过是一场噩梦而已。我尼玛，竟然是个梦中梦！还没等珍惜从惊吓中脱离出来，房门却突然被人打开，来人竟然是失踪多日的哥哥。回家后的阿宇失去了绑架期间全部的记忆，医生说这是解离性失忆，唯有时间的治愈才能帮哥哥找回这段经历。可找不回又有什么关系？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过往的苦难又何必拘泥？虽然哥哥平安的回来了，但珍惜还是察觉到有些不对劲，对方会在夜里悄悄出门，残疾的右腿竟然变成了左腿。直到发现他走得大步流星，珍惜这才终于确认对方身上肯定藏着某个惊人的秘密。跟踪哥哥来到一处小巷，两人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。可当来到巷子最深处，他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：哥哥竟然拥有2名小弟，而他们在10几天前分明来家里录过口供。想到这里，一股寒意顿时涌上心头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场绑架究竟是真是假？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，珍惜冒着被发现的风险，硬着头皮跟了上去。奇怪的是，两人明明近在咫尺，可只是眨眼的功夫，他就把对方给跟丢了。现在这种情况就比较尴尬了，由于不知道哥哥走了哪个方向，很可能转个弯就碰上了，到时候尼玛。 아이 씨발 왜 여기까지 가서 일을 복잡하게 만들어. 우리 사장님이 얼마나 공들였는데. 오해가 있으신 것 같아. 眼看两人来者不善，珍惜自然不会坐以待毙，他一把甩开对方，随后拼命地朝着远处逃窜。虽然2名暴徒更熟悉地形，但他们还是一不小心把人给跟丢了。此刻正躲在墙后的珍惜，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声，直到两人的声音渐行渐远，这才稍微松了口气。他本以为现在总算安全了，然而一只无情的大手却突然从暗处袭来，只是顷刻间便将珍惜捂晕在当场。而他的主人恰好就是男人的哥哥阿宇。等到再次醒来，
珍惜竟发现自己回到了家中，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又被身后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。看着哥哥满脸疑惑的表情，珍惜的心里一团乱麻。她连忙冲进卫生间，随后立马将门反锁。难道昨晚经历的一切都是梦吗？不对，绝对不是，梦怎么可能这么真实？听着门外那道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，珍惜终于绷不住了。她质问哥哥昨晚去了哪里？明明瘸了8年，怎么突然就健步如飞？而那2个假冒警察的男人又为什么要追自己？阿宇的解释只有一句，他认为弟弟又做了奇怪的梦。可珍惜哪会相信这种鬼话？他接着追问，昨晚的那根铅笔又怎么解释？之前的绑架也不是真的吧？这一次门外很久也没有传来回答，于是他抄起一根钢管用来防身，接着缓缓打开房门，但外面却空无一人。哥哥似乎已经离开了，他紧张的四处查看，却被躲在拐角的阿宇抓住机会，一把按在墙上。争斗中更是被对方直接压在了身下。 진성아, 다 실제가 아니야. 네가 탔던 택시 널 뒤쫓던 그 남자들 전부 다 실제로 있었던 일이 아니라고. 내 기억은 이렇게 선명한데. 너 약 먹었어? 어제. 哥哥猜的没错，昨天珍惜不小心把药掉到地上，又在捡药时意外遭到打断，所以他确实把这件事给忘了。想到这里，一股自责忽然涌上心头。原来哥哥还是那个哥哥，昨晚的经历也不过是一场噩梦罢了。解开误会之后，阿宇终于安心的上学去了，而弟弟则感到无比后悔，自己怎么能怀疑哥哥呢？可他正准备复习，却突然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，拿起来一看，竟然是梦里的那根笔芯。再回想起对方刚才的那番话，珍惜忽然找到一个漏洞，自己根本就没提过出租车的事啊！就在此时，楼下的开门声瞬间打断了他的思路。在看到是母亲回来后，珍惜立马将自己的发现全都讲了出来。他让母亲暂时不要声张，如果今晚哥哥还出门的话，那就叫上父亲，3人一起跟过去看看。但珍惜哪里猜得到，身上藏着秘密的可不仅仅只有哥哥一人。整个下午，他乱了的心绪始终无法平静，直到阁楼里再次传来奇怪的响动。这一次，珍惜终于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解开这间房子的秘密。他小心地推开木门，随时准备应付各种突发状况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竟然发现了哥哥的尸体。没错，这还是一场噩梦。此刻天色已经完全暗淡下来，但阿宇似乎是被什么事给绊住了，直到现在也没回家。珍惜本想下楼看看，怎料却听到一个惊人的秘密。 형이 자경이 아니라고? 그러면서 어제 지가 뒷좌석 가서 본 거 다 말해. 그리고 쫓기다 깼더니 집이었대. 그래, 그러니까 나한테 분명... 母亲自然听到了门外的响动，她假装自己什么都没发现，随后猛地拉开半掩着的房门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外面居然一个人都没有。她找遍了1楼的每个角落，最后也没有任何收获，便只当是自己听错了。但她没发现的是，自己和珍惜之间其实只有一门之隔。男人本以为总算是逃过一劫，可门外的对话却让他瞬间惊出一身冷汗，因为母亲竟然打算上楼看看自己是不是还在睡觉。此时珍惜根本顾不上思考对方到底在跟谁通话，当务之急就是赶在母亲前面重新回到床上。幸运的是，在对方推门而入的前一秒，珍惜总算是爬进了房间，可那沾满发梢的雨水却早已出卖了他的行踪，感觉像是过了1个世纪那么久。耳边终于传来了关门的声音，但珍惜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母亲根本就没走。而他更想不到的是，对方明明看穿了一切，却只是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可越是这样，越叫人细思极恐。珍惜明白，这个家已经不能待了，逃走，必须逃走。顺着刚刚开发的路线，他一路狂奔逃了出来。然而下一秒，迎面就撞见了下班归来的父亲。如果哥哥有问题，妈妈有问题，那么不用猜也知道，爸爸肯定也有问题。为了赶紧摆脱对方，珍惜随口编了个出门的理由，可就是耽搁了这么一点功夫，母亲却已经追了出来，眼看着就要被几人抓住。珍惜一把推开父亲，撒腿就跑，而疑似哥哥手下的陌生人也在母亲一声令下，立马跟了上去。由于走得太急，没有穿鞋，珍惜很快就被对方追上，并一把推倒。然而关键时刻，一辆摩托车竟意外撞倒了小伙。趁此机会，珍惜连忙爬起来，拼命地冲向警局。虽然差点被撞飞出去，但有了警察的庇护，他也终于惊退了小伙。来到警局之后，珍惜把最近的经历全都讲了一遍。他怀疑自己遭遇了绑架，并且父母和哥哥全都是坏人假扮的。警察问他，难道认不出自己的家人吗？珍惜却根本答不上来，因为这也是他最想不通的地方。就在此时，他的档案终于被民警调了出来，可对方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更加摸不着头脑。 77년생이시면 올해로 41죠. 珍惜心想，这人该不会是个傻子吧？我明明是97年出生的，今年也才21岁而已。怎料话音刚落，却遭到所有人的嘲笑。民警让他看看日历，不信的话旁边还有个镜子，顺着对方手指的方向，珍惜看到了墙上的挂历，而上面的年份赫然比自己的认知晚了足足20年。见此情形，珍惜瞬间就愣住了，这特么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现在是2017？为什么美国总统突然变成一个叫董王的男人？可当他看清镜中的自己，之前的疑惑似乎都不重要了。此刻他只想搞清一件事：为什么我会变得如此苍老？由于珍惜的表现太过奇怪，
警察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可能患有精神疾病，自然也就不再搭理他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珍惜终于鼓起勇气，今天哪怕是十死无生，他也必须解开所有的谜题。话音刚落，楼上突然传来一段熟悉的旋律，而声音的来源赫然是那间神秘的阁楼。珍惜推门而入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具倒在血泊中的人偶。就在他一脸茫然的时候，家里的其他成员竟同时从身后走了进来。珍惜质问几人到底是谁，究竟对自己做了什么手脚。阿宇却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给他讲了一桩20年前发生的凶杀案。当年有一对母女被人残忍地杀害在这间屋子里，由于找不到关键证据，警方始终无法锁定真凶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民众们逐渐淡忘了这起案件，但唯独死者的亲人却始终无法释怀。他花重金聘请了私人侦探，经过4年时间的调查，终于找到了杀人凶手。然而令人奇怪的是，无论怎么折磨，对方就是一口咬定自己根本就没杀人，而他的表情也确实不像是说谎的样子。为了找到凶案的真相，侦探只好请来一位催眠专家，在对方的不懈努力下，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。原来是当年的那起案件给凶手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，他也因此患上了解离性失忆症，自动屏蔽了这段痛苦的记忆。如果想让他记起来，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催眠，带他回到最幸福的那段时光，然后一步步引导他进入一个1比1复刻的案发现场。于是在敲定了这个方案后，侦探又立马联系了一名演技娴熟的老鸨，3人分別饰演不同角色，陪凶手一起回到了97年，重现搬家当天的那个场景。 하나 둘 셋 하면 잠에서 깨어나는 겁니다. 하나 둘 셋. 从此刻起，只要按时服药，并且没有外力干扰，珍惜就会一直被困在这个精心设下的骗局里。他当然会觉得新房子很熟悉，毕竟曾在这里杀死过一对母女，被搬运工喊作大叔自然也没错。至于阁楼里传来的响动，那是因为有人正在布置案发现场。本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，只要珍惜再次进入作案时的场景，计划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然而关键时刻却突然发生了意外。回家路上，警方居然逮捕了阿宇。虽然通过简单的运作，他很快就被保释出来，但错过了那个雨夜，计划不知道又要推迟多久。在此期间，珍惜逐渐解开了心理暗示，并对周围的一切产生了怀疑，最终导致计划彻底失败。讲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阿宇再次问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：为什么要杀害那对母女？可不知是不是装的，珍惜就是不承认杀过人，即便对方以他的性命作为威胁，也丝毫不为所动，因为他已经想到了脱困的办法。眼看着珍惜就要逃走，阿宇连忙让司机掉头，两边你追我赶，谁也不敢放松，直到追至一处丁字路口，马上就要抓住对方。阿宇这边却突然发生了事故，为了闪躲侧面车辆，他竟一头撞在电线杆上。珍惜本以为终于逃过一劫，怎料下一秒，幸好肇事司机人老实，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救护车，而珍惜也在急救过程中，终于想起了当年发生的一切。搬家那天路上，他们一家4口遭遇了车祸，父母最终没有挺过来，而哥哥也住进了重症监护室。家庭的巨变压得珍惜喘不动气，而哥哥巨额的手术费更是让他近乎窒息。医生告诉他，阿宇的手术已经不能等了，如果再拖下去，对方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可这些珍惜又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为了筹钱，他真的已经拼尽了全力。他求老板预支一些薪水，却被对方直接轰出大门。他在报纸上寻找兼职，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拒绝。他在网上发帖求助，却始终无人问津。走投无路之下，珍惜想到了卖肾，可人贩子见他可怜，竟主动劝他打消这个念头，因为即便手术后还能活，最多也只有3-2年的寿命。晚上啃着坚硬的面包，珍惜的内心一片死灰。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哥哥活下来。就在此时，他突然收到一条信息，有人愿意提供全额手术费，不过作为代价，对方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那就是需要珍惜帮他杀个人。看到这句话，男人瞬间愣住了，这个抉择对他而言太难了。整整做了一夜，珍惜终于下定了决心，为了哥哥能够活下来，他咬着牙接下了这份艰难的任务。就在点击确认的下一秒，雇主的电话立马就打了进来，对方给了他一个地址，并详细讲述了任务内容。房子里一共有3个人，分别是2个孩子和1个女人，只要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下，将那个女人解决，就能拿到全额手术费。于是在当天晚上，珍惜摸黑潜入了那栋别墅。他推开卧室的房门，里面正是目标和他的儿子。然而看着对方熟睡的脸庞，珍惜却突然狠不下心来。他本打算放弃这个任务，再想其他的办法筹钱，可好巧不巧，女人竟在这时醒了过来。여보?珍惜连忙安抚对方，并表示会马上离开。女人也很识趣，真的没有大喊大叫，但2人间微妙的平衡却被企业的女儿再次打破。她
他看到了母亲的惊恐，看到了寒光凛凛的匕首，顿时就尖叫起来。为了让他赶紧闭嘴，珍惜急忙追了上去。他解释说自己马上就走，可女孩早就吓坏了，根本听不进去。在两人争执的过程中，珍惜终于推开了房门，将女孩压倒在地。但还没来得及高兴，他却震惊地发现手中的匕首竟然沾上了点点鲜红，而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女孩，此刻终于支撑不住，倒在了血泊当中。珍惜见状，当场就崩溃了。 소리 지르지 말라고! 소리 지르지 말라고 했잖아! 소리 지르지 마! 短短5分钟的功夫，他就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连环杀人犯。更糟糕的是，原本用来救命的赏金，恐怕也会因为这个意外而彻底打了水漂。珍惜绝望地走下楼梯，空洞的眼神中写满了麻木。但就在此时，身后突然有人叫住了他。男孩天真地问道：“叔叔，我的妈妈去哪儿了？”珍惜先是一愣，回过神来便向着男孩缓缓走去。你以为他要杀人灭口？当然不是，他让对方躺在床上数100个数，只要数完妈妈就会出现。男孩听话地答应下来，可他哪里知道，就是这个选择才让他侥幸捡回一条小命，解决了这场意外。珍惜正打算离开，但一抬头，他却直接愣在了原地，因为这家的男主人赫然就是哥哥的主治医师。再联想起那个不准伤害孩子的约定，那么雇主的身份已经呼之欲出。此刻在医院的天台上，医生正紧张地期待着最终结果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等来的竟然是女儿的死讯。医生闻言立马就要回家，可刚一转身，却发现珍惜竟不知何时来到了身后。他怒火丛生，一把抓住对方，质问他为什么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，随后更是要为女儿当场报仇。但就在两人纠缠的过程中，医生却不小心被甩出了平台。虽然珍惜及时拉住了他，可无处借力的男人最终还是掉了下去。几天后，没得到及时救治的哥哥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，而成为杀人犯的珍惜也在连番打击下患上了解离性失忆。时间拉回现实，珍惜从病床上缓缓醒来，他找回了丢失的记忆，也发现了站在一旁的阿宇。对方已经厌烦了这场解谜游戏，正打算用毒药解决珍惜。然而关键时刻，他却突然听到一声对不起。阿宇立马意识到对方可能是想起来了，于是他连忙追问起当年的真相，为什么要杀人？指使者是不是女人的丈夫？而他之所以这么问，则是因为在案发前1个月，男人突然为妻子买了份意外保险。眼看珍惜一言不发，阿宇直接表明了身份，原来他就是那个幸存的孩子。当年他被亲戚夺走家产，丢进孤儿院，受尽了难以想象的磨难。那时他就曾发过誓，等到长大之后，一定要将凶手碎尸万段。现在报仇的机会就在眼前，但他也必须解开心中的谜团。 그 죽인 여자 남편이 시킨 거야? 우리 아버지가 시킨 거냐고! 나 없자는 거야. 전부 다. 其实阿宇心中早就有了猜测，他只是想从珍惜嘴里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，可现在真的听到了，却发现根本无法说服自己。有时候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知道的越多，就会愈发的痛苦。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阿宇迈着沉重的步伐转身离开。在信仰崩塌的那一刻，他已经彻底斩断了复仇的念头。虽然最终得到了真相，但他的心已经死在了病房，就如同找回记忆的珍惜，却永远也找不回那份死在20年前的善良。他颤抖着拾起地上的毒药，为自己悲惨的一生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。而走廊里的阿宇似乎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。等到小护士发现异常，他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。或许只有以这种方式离开，才能再次见到父亲。届时他一定要问问对方，为什么要把这个家搞成这样。与此同时，珍惜体内的毒药终于开始发作。临死之前，他仿佛又回到了车祸那天。他看见了家人的笑脸，也看到一个半大的孩子。那时的少年天真烂漫，和自己一样，拥有一个幸福的4口之家。也许就是从这一刻起，命运的丝线已经将两人紧紧相连。好电影百看不厌，我是亨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